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获宫崎骏亲绘画像，她红了16年的底气原来在这里。当宫崎骏将亲手绘制的漫画递给赵丽颖时，观众读懂了那句台词：能跨越时代的不是画笔，是永不妥协的灵魂。她为配音狼族少女练到喉咙充血，关灯寻找黑暗森林的状态。带簪花带动非遗旅游，用半年啃冷门剧本。34岁的她与84岁的宫崎骏相遇，证明时代只偏爱闷头磨剑的人。赵丽颖获宫崎骏手绘画背后，长红16年的底气不止这件礼物。当耄耋之年的宫崎骏将亲手绘制的漫画递给赵丽颖时，观众突然读懂了这句台词：能跨越时代的不是画笔，是永不妥协的灵魂。双引号。最近3天，朋友圈被2张面孔刷屏了。宫崎骏笔下的小桑与正装出席首映礼的赵丽颖出现在同一张画纸上。这位日本动画大师用繁体字工整书写着“赵丽颖”3个字，将电影人与演员的惺惺相惜藏在一笔一画中。很多人好奇，赵丽颖哪里打动了这位严苛的动画巨匠？答案就藏在《幽灵公主》的中文配音室里。为了还原狼族少女粗粝的生命力，她在3个月里反复听狼嚎声训练肌肉记忆，直到喉咙充血依然哑着嗓子喊出台词。录音导演后来回忆，他有一天录到半夜，突然让助理关灯，说这样能更贴近角色在黑暗森林的状态。双引号。这不是他第一次玩命。今年初给纪录片《布达拉宫》配音时，他用年轻人熟悉的说法解释千年工艺。你们知道给屋子刷填墙就像给手机贴膜吗？只不过这层膜的用牦牛奶、蜂蜜和藏药调出来。后来观众发现，这种民情智慧早被他揉进生活中。年初带福州簪花带动非遗旅游潮，清明档扛着向阳花在好莱坞大片夹击中抢下3亿票房。在85花争艳红毯的日子里，他偏要转身扎进幕后声音工作室。当同行们在热搜榜争夺番位时，他蹲在福建土楼跟当地匠人学软木雕刻。去年冯小刚拍向阳花选角时，直接拿着宫崎骏给小桑的设计稿对人说：“这个眼神让我想起10年前的赵丽颖。”双引号。与其说赵丽颖收礼物的运气好，不如说前辈们在她身上看见了最初的自己。张艺谋起初质疑他演聋哑母亲不用手语，你打算怎么让观众看明白？等到监视器里出现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后，70岁的导演当场改了剧本结尾。这些礼物背后藏着他对演戏的偏执。为演农妇2个月晒出高原红，拍刑侦剧前跟法医实习2周，这次配音光狼嚎就练断3盒润喉糖。有粉丝整理过时间表，2023年他推掉9个商业活动，但为了研究火山地质跑去腾格里沙漠住了2周。如今的赵丽颖倒像是宫崎骏笔下的森林公主，既能在电影节红毯优雅谢幕，也能穿着布鞋踏遍非遗村落。既可以和顶流主演商业大片，也舍得花半年啃下冷门剧本。前几天有网友在景德镇偶遇他跟老师复学青花技法，看着背影感叹，他好像把人生过成了闯关游戏。双引号。说到底，34岁演员与84岁动画大师的相遇，并不仅仅是缘分。就像宫崎骏总让角色在废墟里长出玫瑰，赵丽颖也在内娱流量场里打磨出另一种可能，不靠妆容争艳，单凭眼神就能穿透荧幕。无需绯闻造势，作品就是最好的回答。当幽灵公主银幕间暗，我们忽然发现，这个时代真正珍贵的礼物，从来只留给闷头磨剑的人。近日，一则关于赵丽颖收到宫崎骏亲绘画像的消息迅速登上热搜。这位享誉世界的动画大师为何会为一位中国女演员亲笔作画？这份跨越国界的认可，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与热议。人们惊叹于赵丽颖的影响力，也不禁思考，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，凭什么能红足16年？她的底气真的只是靠颜值、
流量或运气吗？赵丽颖之所以能够收获宫崎骏的这份厚礼，其实并不令人意外。从出道之初，她就用一部部作品稳稳积累口碑与人气。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花千骨》，从《楚乔传》到《知否知否》，再到近年的《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向阳花》，她几乎每一次出现在荧幕上都能带来惊喜。她塑造的角色不雷同，不标签化，从少女成长到成熟女性，演技与气质的蜕变清晰可见。在快节奏、换脸式的娱乐圈中，赵丽颖坚持用作品说话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底气。宫崎骏的画像不仅是对赵丽颖演绎实力的认可，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致敬。众所周知，宫崎骏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、自然与成长的深度描写，而赵丽颖近几年的角色也越来越贴近现实的力量与女性的成长。在《风吹半夏》中，她饰演的许半夏勇敢、果断，在时代浪潮中披荆斩棘；而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，她将一个乡村女子的觉醒与坚韧演绎得入木三分。这些角色都不再是仙气飘飘的古装女主，而是脚踩泥土、心怀信念的现实人物。正是这种真实、坚韧与不妥协，构成了她与宫崎骏作品精神的某种契合，也让这幅画像不仅是一份礼物，更是一种价值共鸣。赵丽颖的红从不依赖外在炒作，而是深植于她的内力。她没有背景，没有科班出身，也没有贵人开挂的人生。她从横店最底层的群演做起，一步步走上主角之位。早年间因为非科班出身而被轻视，但她并未因此怨天尤人，而是通过无数个日夜的拍戏，练出了扎实的镜头感与角色塑造力。她拍戏时几乎从不使用替身，哪怕摔打、淋浴、挂威亚都亲自上阵。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他默默吃下的苦，这种职业精神是他能在残酷娱乐环境中屹立不倒的根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赵丽颖始终不做浮躁的事。她很少在综艺节目中卖人设，也几乎不参与娱乐圈所谓的饭圈撕扯。她不发长文控诉，也不借感情八卦博热度。离婚时的三言两语，不炒作，不煽情，只是平静地告诉公众，生活继续，感恩曾经。她用这样的方式诠释了一个成熟女性的智慧与格局，也赢得了大众的尊重与信任。娱乐圈很多人红得快，却沉得快，而赵丽颖的红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温度，像炉火，静静燃烧，温暖持久。当我们回看赵丽颖的16年，不难发现，她之所以能够长红，不在于她每一年都站在流量中心，而在于她每一次都在进步，在突破。从偶像剧女主到现实题材演技派，她一步步撕掉花瓶的她没说一句话，却感动了所有人。王一博用行动诠释真诚。王一博默默买下200张谭健次新专辑支持好友，用行动诠释朋友不是靠经常联系来维持，关键时候站出来比什么都强的真挚友情。这对娱乐圈相爱相杀的兄弟，以低调默契的相处模式，展现了最打动人心的友谊。王一博最近又因为一件特别仗义的事儿被网友热议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这就是街舞节目里合作过的谭健次，网友都爱喊他战哥发了新专辑，但可能是宣传期太忙。谭健次在直播里感慨说，现在很多朋友都专注各自事业，连老朋友都快记不清了。结果这话传到王一博耳朵里，这位平时话不多的酷哥居然悄悄买了200张专辑，还匿名给谭健次助理留言说，战哥辛苦了，专辑我全买了。这事后来被节目组工作人员不小心透露出去，立马登上热搜，评论区瞬间炸锅。要说这两人的交情，那可是有真凭实据的。7年前他们在这就是街舞第3季当导师时，谭健次作为选手身家起舞 battle， 王一博作为队长全程没给对手任何面子，直接把对手队伍锤到淘汰。当时谭健次下场时还开玩笑说，以后你就是我战哥，结果这句玩笑话现在成了粉丝圈的经典梗。
后来两人多次在综艺里互怼，谭健次总调侃王一博太较真，王一博则回击还不是因为你跳舞太嚣张。这种相爱相杀的互动模式，让观众看着特过瘾。不过这次事件最让人佩服的是王一博处理朋友关系的方式。现在娱乐圈里，明星之间明面上称兄道弟，背地里互相抢资源的例子可不少。但王一博这种暗搓搓支持朋友的做法，反而显得特别真诚。有网友翻出他过去的好几次兄弟局，去年易烊千玺生日会，他带着蛋糕突然现身；张艺兴发新歌时，他凌晨3点还在评论欧刷屏。这次更是连谭健次都没想到，自己随口提的感慨，居然被好兄弟默默记了半年。其实仔细想想，王一博这种性格挺难得的。他在镜头前总是酷酷的，但熟悉他的粉丝都知道，私下里就是个憨憨大男孩。记得有次综艺里，他给队友准备生日惊喜，结果把蜡烛插在蛋糕上时手忙脚乱，最后急得直挠头。这种反差萌，正好解释了他为什么能把朋友关系处得这么实在。就像这次买专辑，既没有大张旗鼓开发布会，也没搞什么热搜营销，就安安静静用行动支持朋友，反而让网友觉得特别暖心。说到娱乐圈友情，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值得玩味的现象。有些艺人表面兄弟情深，转头就因为番位问题闹上法庭。有的顶流明星连合作过3次的演员都不记得名字。相比之下，王一博这种过命交情就显得特别珍贵。记得有记者问过他怎么维系朋友关系，他当时回答得很实在，朋友不是靠经常联系来维持的，关键时候站出来比什么都强。这次匿名买专辑的事儿，倒像是他这句话的最佳注解。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分析，王一博这么做其实挺聪明。现在娱乐圈竞争这么激烈，能保持初心不容易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这种真诚反而成了个人品牌的一部分。就像网友说的，别人搞营销，他搞的是人设的真实性。这种不刻意营造的人设，反而让观众觉得更真实可信。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能让人记住的真诚举动，可比10次公关稿都有用。再说说谭健次这边，收到匿名专辑后，他在直播里特意留出半小时感谢粉丝，却绝口不提王一博。这种默契的互动，倒是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有粉丝调侃，这俩人搞友情比搞事业还低调。但正是这种不张扬的相处模式，反而让这段友谊更有说服力。就像老话说的，响水不开，开水不响。真正的友情，往往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宣扬。现在这事在网上的讨论越来越热，有支持派觉得王一博够义气，有质疑派怀疑是不是在搞捆绑营销。但仔细想想，如果真是营销，哪有买200张专辑这种笨办法？现在明星发专辑，哪个不是恨不得让全宇宙都知道？反倒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支持，更符合王一博一贯的作风。就像他粉丝说的，哥做事从来都是做了不说，说了不做。双引号。说到最后，这是给普通人也有启发。现在社交网络这么发达，很多人交朋友都讲究及时反馈，点赞之交都算深交了。但王一博这种暗中支持的做法，倒像是给浮躁的社交环境上了一课。真正的友情，不需要天天在朋友圈互动，而是像他说的，有些事不用说透，心里有数就行。这种处世哲学，或许才是他在娱乐圈越走越稳的原因。在娱乐圈这个喧嚣繁华、信息爆炸的世界里，我们看惯了话语密集的营业，习惯了高调的宣发话术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对感动本身也产生了免疫力。可是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在表达的时代，王一博偏偏用沉默带来了最大声量的共鸣。他不说话，却以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打动人心。他的安静不是冷漠，而是沉稳；他的沉默不是回避，
而是选择用行为代替语言。这种力量看似无声，实则震耳欲聋。还记得那一次公益活动结束后，他没有停留在媒体采访前滔滔不绝地讲感受，而是默默回头去帮工作人员收拾现场物资。他也不是第一个上台代表发言的人，却总是那个在背后默默捐款最多、行事最早、参与最深的志愿者。当人们纷纷点赞时，他也只是轻轻一笑，甚至不回应。很多人说他太冷、太寡言，但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，正是这种惜言如金的态度，让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显得更有分量。他的真诚不是表演出来的情绪，不是镜头前刻意设计的感动场面，而是深入骨子里的尊重与体贴。他不擅长煽情，却从不缺温度。他不会在社交平台频繁更新动态博好感，却总能被路人偶遇时发现他认真对待每一位工作人员，细致照顾每一位粉丝。在后台，他给化妆师递水；在路演途中，他低调给司机准备防暑用品；在助理生病时，他亲自带对方去看医生。这些细枝末节，没有话语铺垫，没有镜头捕捉，却在粉丝与路人间悄然流传，最终汇聚成一句话：王一博就是靠做事在圈粉。双引号。正是这些看似平凡却打动人心的举动，构筑起王一博与观众之间最牢固的情感连结。他不是靠一场演讲赢得掌声，而是靠时间沉淀下的点滴行动，默默在观众心中留下位置。而这也让我们重新反思，在这个人人都渴望被看见、被听见的时代，是否还有人愿意不急于表达，而选择先做出成绩，先付出努力，再用行动说话？王一博的存在就像是一种另类的答案，他不争抢，不喧哗，却依旧拥有最真实的支持与最强的影响力。有人说，娱乐圈是一个高强度、高曝光的名利场，在这样的环境下保持本心极难。而王一博做到了。他面对镜头时的冷静与克制，不是不尊重公众，而是源于一种做艺人，而不是做明星的职业理念。他不愿用言辞造梦，而是宁可低调努力，把每一个镜头都当作积累。他或许无法一开口就打动人心，但他能用一场又一场的舞台，一次又一次的角色积淀，带来长久的共鸣。更令人敬佩的是，他的真诚不是选择性呈现，而是全方位的贯彻。他对粉丝从不甜言蜜语，但从不缺席重要的互动节点。他对公益从不借机炒作，但每次自然灾害、社会事件都总能在名单中看到他的名字。他几乎不宣传公益，却几乎参与了大多数重要的捐助。他几乎不发声回应争议，却总能在风波后用新的成绩赢回尊重。他所体现出来的不是一时的情绪控制，而是一种长期的自律和信念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感动的门槛似乎越来越高。太多精心策划的动情时刻，反倒让人产生了疲惫感。但王一博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感动不需要渲染，而是来源于日复一日、一点一滴的坚持和善意。他从来不是最会说话的那个，但他一定是最会做事的那个。他用不动声色的方式，守护着属于他的那份纯粹与热忱。这种真实，才是如今最珍贵的品质。走过成名路上无数高光与质疑，王一博依旧保持着那份不说废话，只管做事的底色。他或许不完美，甚至有时会因沉默而被误解，但他从不随波逐流，不以热度为导向。他愿意用作品说话，也愿意用行动证明自己。他并不急于被理解，却始终在做得更好的路上前行。他将每一份努力都默默化为今天的成就，也将每一个善举转化为影响力的积累。如果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最快速的沟通方式，那么行动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信任桥梁。王一博用行动赢得信任，用真诚赢得人心。他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本，但每一页都真实有力。他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沉默不是冷漠，
而是选择。不说话，不代表不在乎，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坚定的守护。亲爱的读者，当你看到